生一胎，习俗一点。我的时间不是用天来计算，是用尿布和奶来计算的。自由、事业、朋友，这都不是我应该想的事情。我要想的事情是活下去，不开声音看影片。有多少妈妈做过这件事情？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几天呢，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莫彩希分享了她关于产后忧郁的经历，看完我真的心有戚戚焉。所以今天就想来和大家聊一聊，生孩子究竟让我失去了什么。今天这一集，如果你还没有生小孩，我强烈建议你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生。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妈妈了，希望你可以邀请另一半一起来观看。如果你对生孩子完全没有兴趣，今天这一集会让你更了解生孩子这件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让女性付出了多少。首先，第一个，失去年轻的身体，身体状况的变化应该是最直观的。产后身材大走钟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我自己呢，因为有输卵管阻塞的问题，所以我2胎都是用了 IVF， 也就是大家俗称试管婴儿的方式怀孕的。在接受 IVF 的女性群体当中啊，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人，因为我只接受了1次的取卵手术，但是就那1次卵巢刺激过度之后，当晚就有非常严重的腹水，整个肚子肿成一颗大皮球，非常的可怕。再加上试管准备期间用的那些药物，我在怀孕之前就已经胖了5公斤。生完孩子之后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代谢比生孩子之前就是差了超级多。妈妈界有一个恐怖传说，永远减不掉的最后5公斤，有共鸣的欢迎在留言区抱团取暖。所以有一种商业合作我是绝对不愿意接的，就是塑身衣。其实我陆陆续续有接到过国内几个比较有名而且高端的塑身衣的品牌的邀约，但是真的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兴趣。不是因为我在质疑这样的产品好用或者不好用，只是单纯的对理念不认同。作为女性，既要忍受怀孕生产的痛苦，又不允许身体留下任何的痕迹。我不知道这是谁制造的消费陷阱100多年以前，那些优秀的女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她们去抗争，终于把束缚在女性身上的金鱼骨拿掉了。1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没有办法带着大家又重新穿回去。如果是为了健康，为了取悦自己，我们可以尝试着把时间拉长一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慢慢的找回自己。那除了身形之外呢，皮肤也是会更松弛，头发也是生一胎稀疏一点。所以人家说生孩子会让女生老得很快，皮肤松了，头发少了，当然老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皮肤啊、身材啊、头发都可以透过一些健康生活的方式，可以慢慢的恢复。但是想要恢复到跟生孩子之前完全一样，我觉得不靠外力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办到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我之前和大家分享我的消费观的时候，有和大家聊过，我现在非常少买奢侈品，因为其实那些奢侈品啊，现在在我眼里都不够奢侈。在我眼里，真正奢侈的是安稳的睡眠、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还有顺畅的大便。第二，失去朋友、自由和事业，一下子失去这么多东西啊！我真的不是在危言耸听。新生儿时期呢，妈妈一天要喂6顿奶，如果有条件、有精力亲喂的，就是不分昼夜，宝宝饿了你就要去喂。那如果是要挤奶挤出来的呢，除了喂奶之外，你还要挤奶，挤完奶之后呢，还要清洁奶瓶、挤奶器那些配件，清洁完之后呢，还要消毒。然后你喂完奶之后呢，就还要拍嗝，拍嗝完通常还会噗噗。小朋友噗噗完之后呢，你就要给他洗屁股、换尿布，这一顿操作下来啊，还没有缓过神，下一顿喝奶的时间就又来了。我记得 Chris 刚出生那段时间，我的时间不是用天来计算的，我的时间是用尿布和奶来计算的。关于拍嗝这件事情啊，我记得 Chris 3、4个月的时候，有一天陈老师在那里拍嗝，拍着拍着他就生无可恋的说：“哇，什么时候不用拍嗝就好了。”确实过了几个月，3、4个月、4、5个月之后，他或许真的拍嗝的那个次数就会减少，但慢慢的就过渡成要吃副食品，那就是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着网络上一些副食品的教学，就开始去学那个副食品到底要怎么做。拜托，那时候我自己还在叫外送，我根本就不会做饭，怎么去做那些副食品啊？买了一大堆工具，弄半天弄出来之后 ，Chris 还不吃，我真的超级挫败。并且在那个阶段呢，我发现只要他没有睡觉，你就要一直盯着他，或者他可能有需求，你就需要陪他玩。如果他自己在那里玩玩具有超过5分钟啊，都要感恩赞叹。我说的这些状况呢，都是建立在 Chris 已经是一个天使宝宝的状态之下，满月就已经睡过夜了。即便是这样的小朋友，都让我和陈老师2个人精疲力尽。如果遇到高需求、高敏感的宝宝，那上面所说的这些可怕程度、费精力的程度，都还要再加好几倍。所以你们说，这样的生活，我有自由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那里想，什么自由、事业、朋友，这都不是我应该想的事情。我要想的事情，首先就是活下去。也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我才
发现说人睡少一点不会死掉。看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小朋友睡的时候你也睡啊？这句话大概堪称我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最讨厌听到的话。我相信现在如果正在看节目的妈妈，应该也没有少听到这句话吧。妈妈在照顾宝宝的时候，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抱着宝宝上厕所这件事情，有多少妈妈都做过？评论区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没有生过小孩啊，完全不能想象。但我相信这应该是大部分的妈妈都有经历过的场景吧。有些时候呢，确实白天宝宝会小睡一下。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妈妈都不会选择睡觉，因为那是我们妈妈难得的 me time 嘛。有这个时间，我不拿来滑手机，我去睡觉多可惜啊！我滑的不是手机，我滑的是自由，不开声音看影片。有多少妈妈做过这件事情？而且因为晚上的时候啊，害怕这个手机的光会照到宝宝的脸上，我甚至很想要去买骑摩托车用的那个遮光罩。好，聊聊朋友的部分啊。很多生孩子之前的好朋友，在生孩子之后都会慢慢的疏远。其实中间没有什么矛盾，单纯真的是因为一个已经进入了生孩子的这个阶段，一个他还在一个自由的阶段。那通常这两个群体之间呢，不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作息也好，都会有一些差异。聚会中最早离开的通常都是妈妈。那有一些妈妈呢，带孩子能力比较强，他们会带着小朋友去参加聚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呢，就又会变成说聚会的那个地点就需要去迁就一下有小朋友这个状况，不能有烟，这是基础吧，不要太吵。而且呢，会因为小朋友的一些参与，可能就会打断朋友之间的一些聊天。其实我有小孩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少女时期那样子促膝长谈、彻夜畅聊这样子的感觉了。所以确实，生孩子之后，朋友圈会有一定的转变。通常玩在一起的都是一个生孩子家庭加上另外一个已经生孩子的家庭。那事业的部分呢，也很好理解，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我们都花在了小孩上，那事业上的时间精力呢，就相对的就会减少。Chris 出生之后呢，我也放弃了很多工作的机会，最大程度的把工作的形态安排在家里面。那有一些需要回归职场的妈妈呢，就需要面对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我前几天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职场妈妈大战全职妈妈，我真的是不敢相信2024年的今天居然会有2个妈妈的群体在那里比谁更辛苦。因为不论是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都是经历了怀孕的辛苦、生产的危险，用自己的青春在滋养另外一个生命的童年，都很辛苦啊。而且事业和陪伴孩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选择题，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无论是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都会有遗憾。去工作就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就赚不到钱，孩子需要陪伴，生活需要钱。所以不论是全职妈妈还是职场妈妈，都是进退两难的2个群体。在压力大到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爸爸去哪儿了吗？跟另外一个同样辛苦的群体去比谁更辛苦，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比赢了也没有奖啊。都是女生，女生帮女生，不和全职妈妈谈赚钱，不和职场妈妈谈陪伴。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妈妈最好的修为。第3个，失去钱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养孩子真的很花钱。我其实也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观点说，其实养孩子也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啊。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我做不到。在很久之前，我有发过一条影片，讲的是我在高雄带2个小朋友，1个月需要花多少钱。那条影片的留言区啊很有趣，没有孩子的呢认为我在夸大其词，生了孩子的呢就会提醒我什么什么什么的钱还没有算进去。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奢侈品的部分啊，我觉得可以把小孩这个选项也加到那个 list 里面。第4个，失去夫妻时间，这个也很好理解吧，自己都快失去了，更遑论夫妻时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夫妻分开是在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其中刨掉因为出轨这些有外力的因素呢，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女生有了产后忧郁，导致夫妻2个人之间沟通有问题，或者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两边的理念不同，没有办法协调。夫妻失和有3个比较常见的场景：结婚前在讨论婚礼的时候，买完房子在讨论装潢的时候，生完小孩之后。经历了这3个啊，夫妻感情还很好的，真的就是情比金坚。就连像我和陈老师2个人感情这么好，在面对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是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印象中，我和他在一起之后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就是在 Chris 1岁的时候。那天陈老师为了帮我庆生，订了台北超有名的一个儿童亲子餐厅，布置很完美，礼物也很贴心。可是那天我真的就是超级不开心，甚至那个服务生小姐姐跑过来送气球、唱生日歌，然后送礼物的时候，我一度都要哭出来。你们懂吗？就是那种
我难道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妈妈吗？连过生日都要成为小孩子的附属品吗？那天回家安顿完 Chris 之后，我就跟他讲，我想要跟你聊一聊。我虽然有了小孩，但我还是想要做自己。我不想要仅仅是成为某某某的妈妈。各位正在看影片的妈妈，你们有多久没有做自己了？各位正在看影片的先生，你们有多久没有想起那个自己曾经追求、说起未来的生活，眼睛里会发光的那个女生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在聊婚姻的那一集也有和大家聊到过，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一集。第5个，失去了松弛。当妈妈之后啊，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从新生儿那个时候开始，母乳会不会没有配方奶好长肉啊？配方奶会不会没有母乳有保护力啊？宝宝每天拉10次噗噗会太多吗？发烧了怎么办？吐了怎么办？便秘了怎么办？落晒了怎么办？多少妈妈生了一个小孩就把自己训练成半个儿童百科全书，等小朋友长大一点呢，你就开始担心走楼梯会不会掉下来，走平地会不会滑倒，骑车会不会被撞到，上幼儿园会不会被欺负？总之就是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担心。生了小孩之后，我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一句话，就是养儿100岁，担心99。只要是小朋友的事情啊，就不可能无所谓，不可能松弛。在生小孩以前，其实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啊，都很愿意发生。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呢，就是一定会比有小孩之前稍微收敛一点点，就怕自己的一些言行会让自己的小孩吃亏。我不知道别的妈妈是怎样啊，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我生完小孩变得蛮怂的。刚刚讲了失去了这么多，哇，当爸爸妈妈真的是不容易耶。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需要逼迫自己，包含不用跟网络上那些很厉害的全能妈妈去比，因为照片可以修，影片也可以修，其实关了灯光，关了滤镜，在镜头背后大家都一样。另外呢，也可以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喘一口气，不论是家人共同来参与协助帮忙，或者寻求托婴或者保姆，又或者是偶尔让小朋友看一下卡通。过度的3C 确实不好，但是适度的使用3C 这个产品真的不是犯罪，不会被抓起来。真的很累的时候，请你放过自己，偶尔看一集5到10分钟的卡通，偶尔吃一顿即食粥，小孩子真的不会怎样。回到我们刚刚开头聊到的莫彩希的经历，我认为她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根据她的描述，她只是经历了大概2周左右的产后情绪低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大概有60%到80%的女性会在产后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有20%会发展成产后抑郁症。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妈妈都曾经有经历过这个痛苦，并且不论我们是否真的有经历了产后抑郁症，我们的生活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小生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节目的最后，想给大家打打气。如果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妈妈，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调整好心态和生活的步调，请你接受自己是一个妈妈。如果你还没有生小孩，也请你知道，生孩子绝对不是人生的必修课，不需要为了证明什么，或者因为别人的原因就去生一个小孩。你想生孩子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你自己想生。如果生孩子从来不在你的人生计划中，也请把自己当成你的孩子，好好养育一遍。在生活中，如果有遇到慌乱无助的妈妈，也请你多一点点包容。愿世界善待每一个闪着不一样光芒的女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也欢迎把今天这条影片分享给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你的闺蜜，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我每周4都会在这里聊，下周我们再见啦，拜拜。